相打半途，在互相打半途节奏的时候，但最终发现好像对方的大哥给的画面更多。就是在打4-1的过程当中 ，AG 的整体性和纪律性要比 LGD 更好，对，比 LGD 强很多啊。那在这2点都做出今天的一些准备的同时 ，LGD 有另外一个地方做的是要比 AG 好的，什么？就是在4分钟的龙团上面，对，他总是能够拿下第一波龙。 而且没记错的话，前期的节奏。而且我没记错的话，今天这2把是不是1血都是他们的呀？是的，是吧？看一下这一局比赛，蓝色方成都一长会在这场 BO5 2队的首次换边 ，AG 是搬掉了Jin以及阿古朵，拿沈梦溪，拿沈梦溪的话，那就有可能会看到小明的不出火舞了。而 LGD 的话，则是搬掉鲁班纳斯和公孙离。 这公孙离是绝对不想放给我的，真的，我觉得真的有点怕了啊！前面一把是搬了公孙离，搬了戈亚，哎，对，选公孙离，是的。然后这把是直接把公孙离送上班位了，但自己是有仓的 ，AG 已经把仓给用过了。其实真的没有这个必要，你可以尝试一下。上一把是因为什么？上一把其实小九今天状态还可以，只是他的经济发育实在是比不过一诺，没有倾斜到他那边，半途不在他那。对。 但是对线本身也是英雄康的关系，所以倾斜不到他那。你说他公孙离中路的那一波，他但凡有个逐日之功，他带着红 buff 的那个公孙离，说不定就能够把当时的一诺的仓给带走。但这个就是前因后果嘛。是啊，就是因为没钱嘛。长城在，故乡就在。风儿加上仓，这个前3手沈梦溪、大司命苏烈啊，中轴很强。这局 AG 要拿4分钟的龙了。 今天小明打得也挺好的，是的，小明的海诺和干将是在打团还有在节奏上都给到 AG 很大压力，他的消耗能力。不知道在跟主教练聊什么哈。这把给了他一个海月，哎，如果是中路是手海月的话，那这个龙还不一定是不是 AG 的，到时候海月直接给大司命拉走，然后自己这边打野就可以一手惩击，直接把龙拿了。然后 LGD 的话拿了仓之后，然后搬掉了戈亚。 这个戈亚的话，也是今天 LGD 第2次搬，第1把也是搬了戈亚，拿了公孙离。这把的话是拿了仓，搬了戈亚，再搬敖乙，再搬公孙离。我的天哪，你还要搬什么？这自己有仓的情况下搬公孙离已经很再夸张了，搬个艾琳，后面还追着搬3个啊。那这把留给一诺的后羿、狄仁杰、虞姬、守约，这4个还算可以。 感觉狄仁杰会好一些，因为对面有一个空空儿，对，而且海月，对，狄仁杰是可以的，或者是守约。但是一诺的狄仁杰确实拿的比较少啊。而 AG 这边是直接在后3手把小洛给搬掉了。对，这针对都到位了。LGD 是4搬一诺 ，AG 是3搬小洛。然后拿个杨戬，先看一下，先摇一会儿。对。 不着急，看看你的对抗路是个什么。以陛下的名义，已被狄仁杰，没问题。这把也就狄仁杰好活一点，也好发育。芈月，我不管你这杨戬摇不摇，反正我这芈月就往这一放。但有一说一，你说这芈月不是在联赛透露的东西，对，他是在沙特透露我练了首芈月出来，对吧？就是 AG 他的这首渲染的芈月，在整个 夏季赛阶段是1把都没拿过，然后在今年的春季赛也是1把都没拿过。就是渲染的英雄池里面，大家说他会个芈月，他拿个芈月出来的话，你甚至你去扒他去年1整年的数据，他也只拿过3把芈月，就是数据量非常非常小。如果你不仔细去做的话，你可能都发现不了他个英雄池。但是在沙特的时候，他拿了1把芈月出来，当时是打法提赫，这把芈月 打到吕布啊，那就完全压制。对，就你不管是把这杨戬放边，还是说把这吕布放边，他其实都好打。是的 ，LGD 他最后是吕布放边，考虑的就是打团的时候怎么去切掉 AG 的射手。对。而且这把海月拉到人之后，吕布大招封路也是比较好守门的。是的，也挺好附魔的吕布啊，有一个苏烈，有个大司命，对，都站脸上给你附的。 这把给小洛拿出这把吕布来，也是小洛在本赛季的第1把吕布。不过吕布这个英雄逐渐的在赛场上的出场率变得越来越多了，而且胜率还可以。这个赛季的话，这是吕布第6把出，前5把的话赢了3把。
因为吕布这个英雄的话，他其实对于装备的需求，我们虽然说他装备需求很大啊，但是你归根结底，一个苍穹一个破军够了。对，人家站边可能需要3件套，他2件套，这个团战威力已经老猛了。就2刀的事情打后排，我先找前排附个魔，大招跳后排，然后大招伤害一刮，然后再来个1闪什么的，再补1刀。就是孩子们等我破军，是吧？这是玩吕布的玩家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这个感觉。但是这套阵容带线能力可比较薄弱呀。LGD 打 AG 这种队伍，有全联盟打 AG 这个队伍的话，其实都是要注意好带线问题。因为如果你的阵容明显的能够感觉到你的带线比较薄弱的话 ，AG 就会痛击你的这个弱点。AG 是一个非常擅长打带线运营的队伍。是的，而且他们也是最早打3线的。是，就23年 KIC 的时候，世冠的时候，他们就是3线嘛。那 LGD 这把的思路就是，我就想着团战了，我没办法考虑那么多。先考虑一手团战，团战上给 AG 压力拉满了，而且这把对于射手的针对，从班位就已经开始了。都一样，小洛都被搬到拿吕布了。小洛今年也就拿过1把吕布，今年过完年回来之后，春季赛、夏季赛这是第2把吕布。春季赛的那把吕布拿到了也赢了，就看看这一把了。目前 AG 是2比0，手握3个赛点。进入到双方的第3局，蓝色方成都 AG 创王会，红色方杭州 LGD NBW。我是9瓶子，我是解柔黄超。初心荣耀。这样的话，苏烈可以一下子去卡2个人。初心荣耀。大帅的这手苏烈也是在本赛季6战6胜，他也是在这个赛季打了个国服苏烈，然后又拿出来用了，之前都是不拿的。而且刚刚好对面也是苏烈的爱好者小仔，小仔也是个苏烈绝活哥。现在这把是一个传送的空，可能到后期，到那种大后期会让小仔去带。这个阵容里好像比较适合带线的，到大后期也就是空空儿了。对，不容易被抓。他不带真没人带了。这波野区小白熊被集火，那出事了。长生赶了过来，直接把小白熊给拿下。长生很果断，直接交闪现过去撞。但小白熊也没想到在自己的红区变得如此的危险，在自己的红区被3个人这么打。结果自己身边空无一人。这个画面通常是出现在打野入侵到对方的野区，然后对方3个人做回防的时候才有的画面。无中生有。像长生在这个时间点获得了一个红蓝 buff， 对于沈梦溪前期而言，真的是太爽了。对，这把评论席的3位都是看好的成都一创完会了，因为中艺也拿到了自己的 FMVP 的英雄，大帅拿到了100%胜率的苏烈，然后渲染了一手。藏招芈月，虚则步步杀之，小白熊有点上头啊，要再被拍一下了。一技能狗兵先撤走，被走了。其实还是关键点就是 LGD 他虽然说是4班一诺，但还是放给了一诺这手狄仁杰，导致小明其实是比较难去找一诺出节奏的。这把海月的话，他只能去选择拉走大司命。对。一般克大司命英雄选的比较多的就是甄姬，还有一种就是拿海月或女娲。而且以今天渲染的这个抗压情况和对线细节来讲的话，他也比较难去抓他。这波来了，看能不能成功。大招开起来，等你大招结束，直接拉进去。那这波渲染是要被击杀了啊！刚说完就没了。AG 有支援啊！空空儿开大招转一波，海月没闪现走不了了。小明阵亡，1换1。那渲染，我刚刚想说的是，渲染如果知道了小明的动向，提前留1的话，他是很难被抓到的。是的，但刚刚那个位置他没法留1，而且太深了，已经去到了 L 草了。不过好在 AG 的人支援到了，将小明带走。击杀是给长生了，那长生这沈梦溪2个头，前期2个头。沈梦溪打 LGD 的阵容还真挺好打的。小白熊法天象地出发，
意味着4分钟龙潭他没有法定降地了。上路吕布的魔神将士也被逼了出来，中一没大啊。那这波 AG 上路空间之灵拿完，再帮对抗路再过一波线，一会儿再传一下，龙就有了。回看一下上路这一波，就是吕布的大招，逼芈月的大招，然后海月过来大招，对，拉走那个血量进去必死。但是杀完了以后，旁边 AG 的人，尤其是大帅这个点也是给到了连控，然后等到了中义以及长生靠了过来，将小明给带走了。选择先让大司命拿个红 buff，做个拉扯，闪现拍，来波连控推回来，吕布直接被控死。哇，大帅这出手快准狠。那龙这边是被小白熊控到，要追上去粘一波。空空儿交了大招了，拆了个火啊。那下路的话，兵线被狄仁杰推过去了 ，AG 可以直接去压下塔，可以磨一波，磨一波。杨戬想上去留人，海月已经就位，在草里先猫一下。AG 退了的话，那小明就不是很好出手了。是的，这波 AG 不用跟 LG 的硬碰硬，因为上路的话，芈月是推了波线，而且压了波防御塔的血量。正好是在中路击杀完吕布之后，直接是做了一波上路的推进。小仔的话是用传送去了上路，保了一波防御塔，要不然要被芈月给推掉。AG 现在就打4-1，纯4-1。LGD 如果没有办法在正面去打 AG 4个人取得优势的话，他在这个边线上就会被芈月一直带。中义这把大司命也有意思，这把大司命做的是现在国服攻击刀。红刀引刃，输出装，他今天3把好像都是这样，都是比较偏进攻偏输出的。这可能是他最近这段时间风格上的一个转换吧。因为确实在巅峰赛和排位里面，这首大司命的出装是国服上比较流行的。他这个输出是有点看不懂的。就是正常来说，如果你是看 KPL 看的比较多的话，你不注意对面大司命的这个装备，他贴到你身上的时候，你可能已经死了。对的。这边左草，互相动手打一波。吕布这个位置，大招直接去封狄仁杰，然后一个闪现拉扯回来，但是刚好被海月拉了进去。海月拉的还是个苏烈啊。那芈月这个点的话，1打2了，芈月。海月出来之后吃到什么一颗雷，最终还是倒地。不过芈月最终也被处理掉，被小九的仓给拿下了。1换1又是轩辕和小明。看苏烈绕塔后直接开一波，而且能顶回了个傀儡。不过中塔能压掉，其目的是为了把人给压走。然后另外一边中义的话可以反野怪，把 LGD 的红 buff 给反了。小白熊的话是反了个小野，并没有把下路的兵线给带过去推1塔，不敢推了。但其实刚刚 AG 的主要是因为身后没1塔，所以他如果要是漏了的话，他可能会被反包。对，怕狄仁杰带着红直接追着他，从河道位置过来。如果狄仁杰河道位置过来，可以追着点死杨戬。对，杨戬拿出法定降地。哇，这一波苏烈又是进场开了一波，直接秒掉了小白熊，然后继续在追击的过程当中，中义又连到了小仔，带走了小仔的空空儿之后拿到了双杀。输出大司命他刷也是非常快的，然后你配合着自己的队友打第一波，伤害是非常足的，伤害能力非常强。中义被海月拉了进去，但是要追着海月打，根本就不需大招开起来。反而是打残了海月之后，吕布大招落地，然后被连控，最终又被中义给斩掉。杨戬这么狗精抓2技能再打一波伤害，带走了轩辕，中义也没能扛住，被小白熊的杨戬拿到了双杀。但是狄仁杰这个位置谁能管呢？空空儿被迫交出大招3重天，退了回去。赢得了狄仁杰带着下路的兵线，可以继续推一下，这个高地是能推掉的。8分多钟的时间 ，LGD 的下路的高地要被推掉了。当时 LGD。杨戬、苍和空空儿跟 AG 剩下人碰撞一波之后，状态都不是很好，没有办法去守下路高地。回看这一波，
这波是海月拉大司命，把这个战场固定在这个位置了。对，然后吕布跳了一个不错的大招，小洛这波大招跳得很好，落地之后被连控死了，被瞬秒扛不住，还好有个小白熊在这里，给了个一技能冲进去，留了2个。是的。 这波吕布大招就起到了一个封锁对方撤退路线的作用。嗯，大帅是空了个大是吗？不过刚才那波大招其实无关痛痒。对，不重要。他应该是想要续大在那个位置赶一下小白熊，不让小白熊过来。然后取消的时候没有成功。 还是说他刚刚被龙控了一下，这个都不重要了。AG 这时候伤害很爆炸呀，马上长生3件套，你这沈梦溪3件套加上一个大野刀加隐刃苍穹的大司命，哇，这个阶段 AG 输出特别爆炸。主要就是10分钟还没到，这个沈梦溪已经6000出头了。哎，杨戬的位置，哎，被沈梦溪雷给探出来了。 长生现在的这个中路的经济已经超过了他在这个赛季中单位置的分均经济610以上，而且他的这个610在中路位置选手上是排在了第2的。小明想闪现留人，没留住。刚才应该是想拉中艺或者是渲染。这波吕布直接跳进去，落地砍一刀，直接带走了狄仁杰。芈月开出了大招，推到队友的身边，苍这一波刚好就贴到了沈梦溪的脸上，沈梦溪只能退。 而刚好杨戬跟吕布2个人一起集火，打出了碎的被动之后，没有人可以点灯，苏烈也阵亡。LGD 打赢了这波团，在自己的蓝区做了波防守反击。大司命过来了，上去继续吸，大招一做，直接秒掉了小洛，继续吸又斩掉了小白熊，输出大司命，展现神力的时刻。这把大司命就有点那种野合的感觉了。 不过LGD 他这波团战差不多是顶着4000的经济劣势，先打了 AG 一波，但后续那边没有把视野排清楚，直接被大司命蹲到了，是的，有点伤。想要送这条龙，但大司命来了，一个乘机，最终10分钟的暗影暴君还是被 AG 控到。你们没有还手。 团战伤害量49000，团战伤害占比40.6%。输出大司命就是这种效果，对，非常恐怖的。因为本身在视野层面上 ，AG 这把是不需要大司命去站的，他有苏烈，有苏烈可以去撑视野，有苏烈可以去开团，然后沈梦溪的话也可以用雷去探视野。杨戬一进来之后给个2。 但是大司命有些顶不住啊，开出了大招，回了一口，杨戬再过来，还是没有能够换掉中艺。小白熊就是想去跟这个输出大司命1换1，但没成功，光靠他一个人不太行。对 ，AG 还有其他队友打柴火 ，AG 拔掉了 LGD 的中路高地，下一代超级兵进来，还想持续进攻，大司命回去吸血了。那么 AG 全员后撤。 还有10多秒钟的 buff 持续时间 ，AG 做一波自家野区就可以动这条龙了，而且马上自己家的红区也要刷新。是的，一诺现在的话要再做一个复活甲。他出的冰雹啊，小洛这一把，这吕布每波团战都是冲着狄仁杰去的。对，小洛马上要破军了，终于要等到了。 他是破魔刀先，然后加上苍穹，然后第3件装备是破军。因为这把面对到的 AG 是中路和上路2个法术伤害，而且他对位的是个芈月，主要就是对位芈月，所以他需要一手魔抗装备顶着。对。LGD 这个局势就看小洛这个破军出来之后，会不会有什么逆转。长生把鞋子换成了秘法鞋，加一波法穿，想打一波。 一诺复活甲也做得出来，但是小洛破军还没好，杨戬打出了法殿象帝，直接被带走，小白熊先行阵亡。
而吕布这个位置也被集火，砍一刀之后原地跳大招，但此时的破军好像还没出来，最终被集火，而且希克顿还是倒下了。不过忠义和大帅也都阵亡，双方打了波2换2，小九在后面把输出补满了，拿了波双杀。这时候小洛做出了破军，有点晚 ，AG 的优势还是太大了。这波沈梦溪的第一轮消耗很不错，然后小白熊他虽然说苟进来，但是发现他苟进来之后吃了狄仁杰、大司命这边集火还有芈月集火，一下子就倒了，对，扛不了几下，而且其他人过不来，因为大帅也到了高地的位置，把人给拦住了。最终回头一看，身后空无一人。是的，然后虽然说空空儿这边是把狄仁杰的复活甲短暂的给拿过去了啊，但在拿走复活甲的时间里面，第一时间还是没办法把这狄仁杰给击杀掉。对。小九的仓也做出了逐日之弓，这时候可以围着点小九打，因为他才是 LGD 这套阵容里的团战最高输出一个核心。而且 AG 这个阵容的话，其实有点难处理到这个仓啊，只要别被大司命踢到就行。这波又进来了，空空儿三筒团先转一波。吕布大招封进去，但是没有挑到人，反而是反吃了一波黄牌。一诺直接把小洛拔下，但是小九这个位置也点掉了后排，把长生的沈梦溪给处理，拿到了双杀。1换2之后，看剩下的人状态，空空儿是没状态得回去，那正面过来挤龙坑，没挤过去，一进去，但是芈月有1换位走人。打完第一时间没有人，直接来挤右边视野，这条龙就被 AG 给偷了。小仔触发了累计助攻2000的里程碑。小仔是21年的秋季赛，当时于上海 EDGM 的青训提拔至了 KPL， 首次登场是在21年的10月7号。来看一下中路这波一塔又冲进去了，依旧是空空儿先手进攻，然后紧接着拉个大司命，对，海月大招拉完了，然后中路的一塔也推掉，最后要守门。大司命出来之后直接放往生图往前追击 ，LGD 立刻回退。大帅有一手闪现 ，LGD 立马跑回水晶了。大司命这个装备，海月拉他进去。单打完全打不过，连耗血都很困难，因为他不敢放1技能跟大司命打，你放1技能就要被大司命贴身，你一被大司命贴身，吃不住大司命这个伤害，他就只能在空间里面一直放2，或者就121一直这么打。LGD 目前这个阵容已经成功拖到了后期，但是 AG 的这个阵容也已经完成了。利用这套阵容，尤其是芈月这个点，对于 LGD 所有防御塔的推进，3高全破，有着兵线的绝对优势。小九全输出装，最后还是要拼团战。现在仓这手经济的话，还是能够换复活甲明刀的。然后吕布的话，也是明刀先放身上。看忠义和一诺也都把复活甲穿身上了。这个跳射没有打到一诺，打超级兵上了。海月拉个苏烈，这边大司命先压一波，但拉了个苏烈进去。空空儿给大招转一下，转到了轩辕，轩辕开出了大招，往回拉扯一波。吕布这波直接风大落地一个残血，落地一个闪现砍了一刀，打出了最后一个被动。大司命1技能往生图退回来，敌人交出了2技能，但是这一波有明刀，最终忠义的复活甲被小鹿的明刀给换了出来，但是小鹿还是倒地了，忠义复活了起来。现在是一个5打4，少了小鹿的吕布，少了一个后期大河。那就只能看小九了。小明的海月也没有大招 ，AG 继续追击，苏烈续着大招，拍一下拍了一个傀儡，但是杨戬进场直接贴身开启技能，但有点扛不住，最终被忠义大司命给斩掉，仓也被逼走，上路的兵线进去一波破掉水晶，让我们恭喜成都 AG 超晚会3比0。
从 KWC 夺冠归来之后的成都演唱会和杭州